当天晚上，我们在小区外的监控录像里边还拍到了这个。虽然当天晚上下着雨，监控录像拍的不是很清楚，但是很明显，这是一辆没有牌照的汽车。3个路口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老妈，这个副驾驶伸出来那东西是什么？不对，还是你眼睛毒。这个东西，我怀疑它是一个蓝牙探测器的天线，它可以远程嗅窥到用户所有开锁的这个数据，然后通过回放攻击就可以轻而易举的破解。所以这个人还得是一个非常熟悉网络系统的人。现在这惯偷都有黑客的技能了，你可以这么理解。这套设备就不少钱吧？你说他们费这么大劲偷一本小说，这小说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吗？关于这本小说的价格，我询问了贾金岩的这个出版发行商。据这个发行商给我介绍，贾金岩以前的小说有很好的市场回馈，再加上他用打字机打印的这个特殊方法，这个出版发行商还把他的小说投了保。你们知道他的保单金额是多少吗？1000万。我去，哎，现在你们初步的怀疑对象是什么？有盗版商、竞争平台，还有他们的这些热情的粉丝，都是潜在的利益获得者。当然了，面对这么大的金额，我们也不能排除他们有监守自盗的可能性。那他这样做可就是涉嫌欺诈了。他是有点神经质，但人家怎么说也是个作家，这点基本常识不能没有吧？行了，先按照正常办案流程走。哎，罗队，上午我排查过一个人，他是他们圈子的大混子，谁都认识。以前我办过他，他跟我说了个情况。还真有个奇怪的事儿，道上有一同行不见了，3、4天都没露影。叫什么名字？大名叫石磊，外号石头。石磊，小心楼梯啊！石磊啊，租我这个地方有一段时间了。他呀老喝酒，天天晚上喝醉了回来，我就住在他楼下，吵得我呀根本就睡不着。哎，小心啊！就这儿了，到了。这2天突然就没动静了。石磊，石磊。哎，警察同志，他该不会是犯了什么事吧？没事，我们就是找他了解一下情况。这是搜查令，您看一下。不用，你们先进去看，我去给你们拿2瓶水。啊，好，马上回来。谢谢您啊。不客气。叶家说您要的审讯监控录像给您准备好了。好，一会儿回局里看。洗衣机里的衣服洗好了，但是没收，都馊了，应该是好几天都没回来了。这个衣柜也是，当季的衣服全拿走了，可能是跑了，还挺匆忙。他跑什么呀？这个石磊肯定有问题，得赶紧找着他。双儿，哎，罗队，你看新闻了吗？什么新闻？那个作家贾金岩把案子捅给媒体了，现在青城新闻正播着呢。知道了。我再说一遍，这本书就是我的孩子，就是我的命，
我不管你是谁，只要你把它还回来，我愿意答应你的任何条件。女士，您先别激动。据悉，保险柜内的首饰、现金等贵重物品皆完好无损。很显然，小偷的目标就是为了《双花之恋》的书稿。根据受害者透露，目前警方还没有确定任何嫌疑人。我们期待警方尽快破案，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。咱们在这儿苦哈哈的找线索，他跑去通知媒体，还跟贼谈条件，捣乱。错了，他错的都离谱了。我给他打电话，看他什么意思。方向错了，我们的方向错了。不是书稿。你刚说什么？我说，那个贼的目标肯定不是什么书稿。可现在不就是书稿不见了吗？我们被骗了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如果那个贼的目标是要偷书稿，那么他就会把保险柜里面其他贵重的物品一并偷走。那样的话，你们警方，那么我们警方就会当做一个普通的保险柜失窃案处理，既要追查书稿的去向，还得寻找保险柜失窃的其他物品。那这个案子破起来可就是大海捞针了。明明可以一举两得，你说这个贼为什么不这么干呢？你是说，他们是故意让我们发现书稿？哪有贼会这么干呀？他图什么？刚才那女作家的反应，你不也看到了吗？人家就是在利用这个作家的社会影响力，扰乱我们和公众的视线。这个案子闹得越大，那个贼反而越安全。问题是保险柜里只丢了书稿，肯定还有别的东西丢了，只是我们没发现。我发现你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还挺了解的。嗨，我也是瞎分析的，也不一定准。别烧火！你混蛋！就单独把他那个唱戏那段再重新放一下。唱词复印好了。静音循环。现在我分派一下任务啊，小叶，到，把他这段唱词所有的谱子以数字的形式提取一下。好的。然后，包子到，麻烦你把他整个这段唱词所有的文字、拼音进行拆解，所有东西重新排列组合之后，看看能组成什么句子。不是这么多字儿，那得是多少种排列组合呀？就是。你们呢，最好能够包子，你现在给我查一下，这幅画失窃的那天都是什么日子？明白。我要老黄历。我料定了甲子日，东风必降。南屏山设坛台，足踏魁罡。南屏山会不会是青城大学美术馆？图水莲那天就是甲子日，那天真的有东风二旗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全对上了。我们需要从这段唱词当中找到他下一步的计划。甲子日东风必降，南屏山设坛台，足踏魁罡。
咱们别这么分析案情了，咱这么分析都是错案情。小叶，小叶，把声音打开，专门就只给我放他唱戏的这段，来放大。你们看，盯着我的手在干嘛？打拍子，长征剧都打拍子。用小拇指，还用另一只手把它藏起来。爸爸，好香啊！来，哎，我放冰箱上那个水晶花瓶，你们俩谁给我摔碎了？是我今天碰到的。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啊，抱歉啊，要不明天我给你买个新的。罗队，通过线人，我们抓到石磊了，在哪儿？在审讯室。好，那咱们就过去。这样，让大志把廖双提回来。为什么？他盯得太死了。喂，浩子，什么事儿？这么着急？好，我马上到。不对，张文杰动了。明白。别！我可不是主谋啊，我是被逼的。哎呦，那你说说吧，谁逼的你啊？行，我坦白，大概是4、5天前的事儿。那天我搂了个肥活，本想着晚上找个好点的地方喝一顿，结果，等我醒来之后，那个猪头就这么一直盯着我。什么东西？啊，口误，猪头面具啊，就那个变态自始至终都戴着那个玩意儿，挺邪乎的，真的。啊，你没看见他正脸？没有，他当时就给我反绑在那儿，然后就给我强行的给我带了一个项圈炸弹，还有一个炸弹就安在一个模型的身上，然后就当一下炸了，然后那模型脑袋嗖两下就飞出去了，真的，哎呦，给我吓坏了。你说，那我能不听他的吗？他逼我这么干的，真的。那他让你投什么呀？到底？他让我开一个保险柜。
书稿呢？书稿他让我放在东方时代小区储物柜里了。你在保险柜里不止拿着手稿吧？老实交代。还有让我偷一个手机这样的一个东西，有屏幕，有按键。不是，那我确实我也不知道那玩意儿是干什么的。这兴许那工程师知道了。哪个工程师？就是那天夜里配合我作案的那个人啊，我不认识他，他是纯搞技术的，就是他教我怎么把东西里的东西给偷出来的。东西里的东西？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就是类似于复制银行卡一样，有个复制器一样的东西，然后他叫我把东西里的东西复制一份，珠宝、钱他们都不要，然后就让我去偷一个不知道干嘛的东西，然后还给我安利炸弹，这里边肯定有大事啊！您稍等。啊，您扫这儿。喂，陆队。哎，大志，有情况吗？你那儿？没有啊。庄文杰离开医院之后，就进了一家便利店，买了一堆零食和一杯奶茶就往回走了。我问的是他有没有接触过什么可疑的人？绝对没有。不对，便利店收银员算吗？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你让人发现了吧？不可能。追踪我虽然干不过耗子，但怎么也不能让一大学生给我识破了呀。医院离便利店有多远？3个街口，1个红绿灯，差不多2公里。大志啊，医院在繁华区，你能告诉我他要买什么零食要跑到2公里外去买吗？可陆队，我别了，赶紧的盯着，有什么情况赶紧跟我说。老马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我和市局的专家一块确认的，丁生火敲打的这是摩斯码，敢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玩这个，胆子还真不小。根据监控录像的显示，摩斯码发送的时间不到3分钟，破译起来不难，但是因为嫌犯的坐姿以及手上动作幅度太小了，有些地方辨识难度很大。所以罗队啊，再给我点时间。好，有消息赶紧通知我。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。他今天还是不接呀？估计他都已经睡了吧，这点儿。咱要不要直接去他家呀？问问那是什么东西。先把书稿弄清楚再说。这都过了整整1天了，应该早就被人取走了吧？那就看看是谁取的呗。2位是刑警队的同志吧？等你们半天了。您好，您好。
辛苦辛苦辛苦。备用钥匙我已经拿到了，在那儿了。哎，就这个。 1号晚上12点，在逐浪游泳馆南更衣室，编号9527的柜子里，取一件东西，密码是2077。到时候会有人来找你拿，他再会告诉你那个秘密。 你好，有什么需要？我能打个电话吗？哦，好。谢谢。喂，我。 哎，陆队，刚才庄文杰向外边打了一个电话，说什么？我问了，护士也没听清，但已经通知他们总机在查了。哦，有消息马上告诉我。明白。 累坏了吧？不累，有什么累的？怎么着？有情况吗？昨天晚上庄……说吧。昨天晚上庄文杰不是给他同学孙志坚打了个电话吗？嗯。那胖子早上就来了，还拖了一个行李箱，也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。要不你进去问问？我怎么问啊？人家又不是嫌疑犯。这是啊。 那这么着，我先在这观察着，你赶紧回去休息。哎，行。哎，哎，周文杰，你这可以呀！哎，这视野不错不错。哟，这同学也来了，那这早餐就不知道够不够了啊？哦，没事，我吃过了。还有事儿？没事儿，你们接着聊，聊。刚才光让你吃了，我都没吃饱。哎，这小姐姐是谁呀？警察。警察来这儿干嘛呀？ 来照顾我。警察来这儿专门照顾你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哦，怎么了你就？之前我还纳闷呢，他们警察怎么总是去学校找你？
你怎么就突然消失好几天？现在连住个院都神神秘秘的，这会儿终于被我看穿了。你是他们的线人，给我猜中了吧？放心，打死我都不说，林志远我都不告诉他啊。哎，不过你干嘛让我把这箱子拿这儿来呀？死沉死沉的，装的啥呀？锁着不让我看。我又明白了，新的任务。你怎么这么聪明？哎，胖子，你说你一大早为了我的事儿折腾到现在，累不累？累。要不去床上躺会儿？方便吗？没事，咱俩什么关系？哎，你了解我，你这箱子太沉了，我这胳膊都酸了。来，小壮，给哥捏捏。你让一个病……行。在漫天的樱花中，一只水鸟掠着水面飞去，船索缓缓拉动，船便离开了。挺好的，兄弟，没缺页吧？都在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，我又活过来了。我快听死了。那个，你冷静哈。那个，我还有点事儿得问你。啊，您说。保险柜，就是你们家这个，里边除了这些还有那些之外啊，是不是还有一样东西，长得跟手机一样，黑色的，有屏幕有按键？是有这个东西啊，不过你说的这个是我老公的，他没有被偷啊，我看着他还拿着去上班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发我手机上吧。查清楚了，她老公孙东方供职的这个清安集团，主要是经营安防设备和系统的升级服务。孙东方在公司主要负责技术研发。技术研发？对，石磊偷的这个东西，会不会跟安防有关系？胖子，别动，鸡腿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不管你过去经历了什么，也不管别人怎么评价你，
我认你这个人，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。咱俩可是好朋友啊，有事别瞒着我。文杰，庄文杰。文杰，文杰，庄文杰。装备都带来了，你还犹豫什么？你不会忘记地址了吧？时间可不等人。你们刚才形容的东西就是这个，这是一部密钥分发终端，就是系统服务器每次更新密钥，都会通过这个终端分发给我们的客户公司，而他们呢，只有拿到新的密钥，才能让智能安防系统正常工作。就像银行登录账号要用的 U 盾一样。那可以这么理解。那这东西这么重要，你为什么放家里啊？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公司，遭到网络攻击那是常有的事情，而且时间并不固定啊。为了应对这种应急情况，我只能把它随身携带了。出门我就会有公司的专车接送，回到家里呢，我会把它锁进我的保险柜里，非常安全。问题你们家保险柜都失窃了，你就一点怀疑都没有？是，当时我的确吓了一跳，但是其他财物都没有丢失啊。那个贼就是奔着我太太的书稿去的呀。这是一个专业设备，一般人看到之后都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。况且这个设备一直在我手上，没有被偷啊，而且我都检查过了，没有被盗痕迹。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，盗贼运用技术手段复制了里面所有的信息。醒了啊？哎，醒了，我这睡着了呢。安排太好了，给你个赞啊！你不光睡着了，还说梦话了。是吗？说啥了？秘密。秘密。秘密。我能有什么秘密啊？就我那点事儿，你不是都知道吗？什么秘密啊？说呀！逗你玩呢。我庄文杰，你是不是没事闲的呀？你亏我一大早屁颠屁颠过来看你，还给你搬了死沉的箱子。你说你那，哎，你那箱子呢？啊，放床底下了。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好的，给你检查检查。吸气，呼气。
之前都测过了，数据都不错，现在就是补充点营养液。各项指标呢都趋向于正常了。保险起见啊，我建议你再去做一个肺功能检查，要是没问题的话，你就可以出院了。真的？那你好好休息。谢谢医生。谢谢医生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赶紧去吧。我这不是还输着液呢吗？没事，让他帮你一下。现在科室比较空，等下人可就多了。谢谢啊，没事，走啊走啊，走吧。咋了？他人呢？警察姐姐啊，不是我陪你去不是一样吗？走走走，快！慢点慢点。看一下啊。到1号诊室就诊。坐坐，来，坐这儿，文杰。慢点儿，你慢点儿啊。放心，我去取个号啊。请108号王建国到3号诊室就诊。请 A38号林书义到4号诊室就诊。咱们前面应该50多个人排队，不是说这会儿人少吗？这，没事，让他帮你一下。现在科室比较空，等下人可就多了。他人呢？怎么这么多人啊？哎，你干嘛去啊？不行，我得回去一趟，我肚子痛。哎，文姐，怎么号都取了啊？哥，你慢点，你着什么急呀你？我将背负所有一切谜底和上演，那些一语不发的人依旧难逃一劫，躲藏不进旧日的窗，避不开谎言。如何玄光被折射的光，是非曲折欲盖弥彰。黑白灰分不得世界，万物伴作正中间，徒留下一束束端倪，生生不息后湮灭。徘徊不见的分割线，奔走于望眼欲穿的门，不告而别的人终会于重重繁星之下。黑白灰分不得世界，万物伴作正中间，
徒留下一束束端倪，生生不息后湮灭。徘徊不见的分割线，奔走于望眼欲穿的门。不告而别的人，终会于重重繁星之下。光坠落，停滞不前，自如篡改的汽笛钟摆低垂，指向灰暗的空间。从未怀疑世界善恶的边